讲天台宗。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创立的宗派，因其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智已长期住在浙江天台山而得名，又因此宗以《法华经》为立宗依据，所以也称为法华宗。天台宗的传法谱系以龙树为初祖，二祖慧文，三祖慧思，四祖智已，五祖灌顶，六祖智微，七祖慧微，八祖玄冷，九祖湛然，代代相承，法脉不绝。下面介绍天台宗的理论。58教，58教是天台宗的判教理论。50就是把世尊一生所说的法按照时间分成5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叫做华严时，就是世尊悟道之后，当时立马讲了一部《华严经》，把自己所悟的道理和盘托出，所说的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佛法。第二阶段叫鹿苑时，就是从鹿野苑开始讲比较浅显的小乘道理。第三阶段方等时，开始讲各种大乘经典，讲小乘是不圆满的，劝大家要开始修习大乘佛法。第四阶段是般若时，也是讲大乘佛法，但是这个时候就不再强调大小乘的区别了，而是讲大小乘的圆融，去掉大小乘的分别之见。第5阶段是最后阶段，叫法华涅盘时，讲法华经跟涅盘经，这个是最圆满的佛法，统摄三乘于圆满的一佛乘，是究竟圆满之教。这就是佛说法的50。50这个说法呀，符不符合历史事实，这个大家自己判断。50之后是八教，八教分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。化仪四教讲佛教化众生时所用的4种仪式方法，包括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。顿教就是直接讲大乘圆满教理，直接把最真实的都告诉你。比如华严时说法用的就是顿教的方法。渐教是以种种方面说法，由小及大，渐次深入，诱引众生令成正觉。关于秘密教和不定教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，天台宗自己说法也不一样，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。秘密教就是佛私下里只对你一个人说法，根据你的根器单独指导你，佛对你所讲的东西其他人是听不到的，这就是秘密教。不定教就是佛在公开场合以意音演说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就是虽然佛讲的法是一样的，但是同样一句话，立根的人呢理解就深，顿根的人理解就浅，而且大家彼此知道对方的理解不同，这就是不定教。注意，对秘密教与不定教有很多种理解，这俩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。所以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看到有跟我不同的说法也是正常的，不一定谁对谁错。我讲的这种应该是最容易理解的。化法四教就是有4种教理内容，分别是藏通别圆。藏教就是小乘的经律论3藏，通教就是通于大小2乘，是小乘向大乘的过渡，比如般若思想就被认为属于通教。别教就是纯给大乘人讲的了，通教讲般若是偏空，别教呢就讲有，不仅要认识到自性空，还要认识缘起有，离空有2边得中道实相，这就是别教。圆教呢是圆满不偏之教，是佛陀的教法之基，宣说大乘究竟义理，要认识到诸法空假中3谛圆融，这就是圆教。3谛圆融是天台宗的主要教义，下面咱们就讲3谛圆融。3谛圆融与一心三观。3谛是人们对真理的3个不同层次的认识。谛就是道理，3谛就是3种道理。三观呢，观就是观法。咱们之前讲禅定，说禅定是先止后观嘛，观就是观想佛法，就是对道理的一个学习理解的过程。有3谛就有3观，有3个不同层次的道理，就有3种不同层次的学习。
讲圆融三谛和一心三观之前呢，先说格力三谛与格力三观。格力三谛啊，就说真理要一步一步的认识。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？首先有一个俗人的认识，认为一切法实有，这是俗谛有谛。从俗谛开始修，首先修从假入空观，这是格力三观中的第一关。从假入空观呢，就是观想一切法皆空这个道理。修从假入空观呢，就能获得空谛，知道诸法自性空了。从空谛开始，再修从空入假观，获得假谛这个真理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假有的。因为菩萨要自利利他嘛，所以光把诸法观空了不行，你还要在空的基础上重返世俗之假有。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世俗世界，自利利他，利益众生，所以要修从空入假。获得假谛之后呢，再修中道第一义谛观。之前修空谛的时候是容易偏空，修假谛的时候容易偏有。偏空就容易丧失生活信念，知道一切都是假的呢，活儿就没劲了。偏有呢，就容易沉沦于世俗，所以要修中道第一义谛观，或者叫中道观。中道观就是对前两谛同时的否定与同时的肯定，用佛家的话说就是双亡双照，这样就可以进入中道第一义谛。此时你就能认识到诸法即空即有，非空非有的最终真理，这是诸法实相，也就是佛性如来藏。这就是格力三观与格力三谛。天台宗呢，就觉得这种依次渐修的方法太麻烦，而提出了圆顿法门，就是以一心三观观圆融三谛，直接一步就能成佛。一心三观就是空假中一起观，圆融三谛就是空假中三谛同时俱得于一心，这就是圆顿法门。咱们看这个图啊，我把中道第一义谛和圆融三谛画到一条竖线上。我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俩的境界是一样的，甭管是圆顿法门还是渐修法门，你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有时候啊，天台宗又讲圆融三谛比中道第一义谛境界要高一些。中道第一义谛是以中道统摄空有，两个小圈是空有，一个大圈是中道。而圆融三谛呢，是一个大圈里边包含三个小圈，就把空假中三个都给综合，然后超越了。所以这么看的话，圆融三谛是比中道第一义谛境界要高。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？目前来说还没有定论。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认为上下这俩是一样的。下一个理论，性具善恶。就说人的心性里边啊，不仅包含善法，而且包含恶法。之前咱们讲一切法都是以心性真如为自己的本性，而真如是纯善的，那真如所产生的世间万法也应该是纯善的。但实际上呢，世间不光有善法，而且还有恶法。那么恶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按照通常如来藏思想的理解，有为法虽然以真如为自性，本来应该是善的，但因为无明的影响，所以才有了杂染诸法。那问题是无明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通常的话，问题就到此为止了，不会再往下问了。无明从哪儿来？没有从哪儿来，它无始以来就存在。起心论就说此意甚深，唯佛能知。天台宗对这个答案呢就很不满意。天台宗认为无明恶法也应该是从真如来的，因为真如你是离体呀，世间万法什么样都是你规定的，好的是你规定的，那坏的就不是你规定的了。你既然规定了一切，那你就应该是好坏一切法的根源。所以天台宗提出性具善恶。那有人就问了，法性真如是佛性啊，佛性里怎么可能有恶呢？天台宗的回答是，佛虽不断性恶，但佛永不复恶。佛他懂得任何道理，包括如何作恶，但是懂得道理不见得就去做呀。而且有时候出于普度众生的目的而实现种种恶法，那佛的目的也是善的。就好像医生为病人吃有毒的药，
目的是为了以毒攻毒来治你的病。所以佛他懂恶但不作恶。然后是一念三千，一念就是一念心，就是你当下的一个念头。三千指的就是整个的现象世界。咱们先解释一下3000这个数是怎么来的。首先把整个世界分成10个层次，叫做十界。十界分六凡四圣，六凡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天，四圣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。然后天台宗提出十界互具，就是每一界都具足十界。比如咱们人界，人界之中啊，其实就具足整个十界。这个具足的意思是本性具足。人界中的人的本性是佛性如来藏，那地狱恶鬼的本性也是佛性如来藏，整个十界的本性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虽然我在人界只表现出了人的现象，但其实在我的本质之中是具足十界的。这样每一个十界具足一个十界，10乘10就有了100界。然后天台宗又提出一个实如是，实如是就是一切诸法可能的存在状态，用哲学的术语叫做范畴，可以用这10个范畴分析世间一切事物。实如是分别是相，就是外在的表象；性，内在的本质；体，表象界已呈现的质料或实体；力，功能，是一种潜在的可能，因为功能未必实现出来，所以是潜在的。因，原因，缘，条件，果，结果，报，结果的结果。就说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啊，你做的这件事情的影响会在时空中蔓延开来，产生后续的一系列影响，而这一系列影响最终还会以报的方式返回到你自身。这就是之前我在印度佛教史里说的，业力啊是不用非找个东西存起来的，这个世界自然就帮你存起来了。最后一个本末究竟等，就说整个实如是啊是平等一如的，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实相真如的外在表现。这个跟十界互具的思路差不多，一切都是实相的表现，所以一切都是平等的。100界之中每一界都具备实如是，这样100界再乘以实如是就成了1000界。然后还有一个三世间的概念，三世间就是五阴世间、众生世间、国土世间。五阴就是五蕴、色受想行识，它包含一切有为法。五阴世间指的是每一个有情它所具有的五阴所构成的世间。简单点说，一个人的五阴世间就是这个人的全部。因为大家的五蕴是不同的，所以每个人的五阴世间都是不同的。众生世间呢，就是人的身体精神；国土世间就是外部的环境。众生世间和国土世间呢，其实都是五阴世间的一部分。众生世间是内，国土世间是外，五阴世间是全部。三世间也是对诸法的分类，跟之前的十界实如是都是相容的。所以之前的1000界再乘以3就有了3000世界。注意这里所讲的3000世界跟之前印度佛教史讲的3000大千世界是完完全全的2个概念，不要弄混了。总之呢，说了半天3000世界就代表整个的现象世界。那一念3000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说在你的一念心中啊，就具足了整个的3000世界的各种可能性。天堂、地狱、善法、恶法，全都是你一念所生。一念3000，说明众生与佛没有本质上的差别。众生界就是佛界，佛界就是众生界。众生与佛其实就是一念的差别。一念迷时，佛是众生；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。3000世界都在一念之中。天台宗呢就说这么多，先休息一下，下次课讲华严宗。